前有周末的女武神人神大战，后有32魔女死亡竞赛。没错，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和女武神同一个类型的漫画《魔女大战》。主要剧情就是将全人类几千年上下最牛的传奇女性们聚集到一块展开死斗。在这部漫画里，你甚至能看到武则天对战圣女贞德，黄月英对战居里夫人，埃及艳后对战日本女王，其中还有蒙娜丽莎、杨贵妃等出人意料的人物参赛。而最终存活下来的只有1人，可想而知其强度有多大。那么本期我们就来一口气看完这第一战。日本传奇女武将八御前对战血腥伯爵夫人伊丽莎白·巴托里。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八御前是日本赫赫有名的女武将，武艺高强，拥有能空手拧下人类手机程度的臂力，因外貌也同样出众，人送外号日本第一美女武士。她的对手伊丽莎白·巴托里则是史上杀人最多的女性连环杀手，为了永葆年轻，在自己的宫殿里杀了600多名妇女，用她们的血来沐浴，有着血腥伯爵夫人的称号。在漫画里，八御前被塑造成了一个手持大刀的短发美少女形象，是32魔女中的豪掷魔女。没错，参赛选手都有一个和自身匹配的欲望之力，而她的对手伊丽莎白·巴托里则是长发飘逸的御姐形象，是血色魔女。在开打前，八御前问起伯爵夫人参加这场竞赛最终想要实现什么欲望，伯爵夫人的回答是为了折磨他人，一想到用各种刑法将人折磨致死，他就超级兴奋。话音刚落，八御前便拔刀驻地，嘴角喃喃道，他的欲望是恶即灭。接着一股力量在其身上汇聚。策划这场比赛的恶魔女王解释道，魔女之力共有2种力量，第一种是通过玉来释放出的魔法，而另一种则是将玉作为武器或是铠甲的力量，魔装。只见场上的八御前挥舞着大刀，下一刻身上便多了件武士铠甲，此魔装名为大刀一人千里。不仅是多了铠甲，手里大刀也变得更长了。见对手换完装备，伯爵夫人也不甘示弱，胸前亮起了一道锁链纹路，下一刻属于她的血质伯爵魔装也闪亮登场。除了那奇装异服外，手里还多了一柄酷似刑具的武器。双方装备完毕，决斗正式开始。代表着正义和邪恶的两方几乎同时发起了进攻。大刀斩在奇怪刑具上，刚好卡在那半圆凹槽里，僵持片刻后，还是被八御前以绝对的力量压制给弹了回去。但伯爵夫人反应极快，稳住脚步的一瞬间，再次挥动武器，仍是被八御前一大刀挡下，半圆中的尖刺也没能刺中。八御前一脚便将伯爵夫人给踹了出去，霸气十足的表示，就这种程度的正面进攻，可没办法取走他的性命。然而伏在地上的伯爵夫人嘴角一笑，要是一上来就杀掉了，那不就结束了吗？话音一落，八御前才猛然察觉，他的一只手指血肉模糊，不知在何时竟被伯爵夫人用刑具扯掉了指甲。伯爵夫人瞅了瞅，表示品质不太好，随手就给丢掉了。原来正面对抗只是个幌子，暗地里的小动作才是他折磨的开始。八御前是看明白了，这家伙的魔装不只是那柄武器，还有奇奇怪怪的拷问道具。来不及思考，伯爵夫人的攻击再次袭来。由于太过专注对手的小动作，却忽略了他是以双手持刀，而伯爵夫人则是控制一只手。果不其然，又遭到了奇袭，这一次是猫爪刑具。没等八御前站稳脚步，伯爵夫人再次冲了上来，突然在其背后展开了数道钩索，又是新的刑具救命猫。但只要是正面的攻击，八御前都不惧，手持大刀一个横劈就斩碎了所有刑具。但转头看去，伯爵夫人不知何时已经贴到了近前，手里的刑具叉子已经来不及躲了。这一次不再是小打小闹，而是对脖子的致命伤。八御前在千钧一发间后撤了一步，才没被其一击刺穿脖子，但也被那叉子刺在肩上。战斗开打才几回合，八御前就陷入了巨大劣势，还被伯爵夫人阴阳怪气道，这种中下水准的程度，连破坏的价值都没有，赶紧结束吧。然而话音刚落，就见八御前一把拔出的叉子，瞬间血花四溅。对他来说，这种程度的伤根本就不算什么，比赛才刚刚开始呢。见八御前摆好了迎战姿态，伯爵夫人不以为然地冲了过去，以同样的方式发起奇袭。在武器相撞的一瞬间，伯爵夫人突然察觉到不对劲，八御前并没有改变作战姿态，而是将所有力量都汇聚在这一击上，以一力破万法的姿态直接斩碎了对方武器，重创伯爵夫人。战况瞬息万变，管你多少小计谋，八御前一击便扭转了局势。而伯爵夫人感受到血液的流逝，身体的破坏，这股强烈的反差感令他癫狂。明明一直都是他在破坏别人，他根本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刹那间，诡异的力量猛然爆发而出，一股黑色雾气从他身上散发，逐渐弥漫整个擂台。欲望的力量喷涌而出，伯爵夫人脸上洋溢着变态的笑容，喃喃道：“他的欲望是凌辱。”话音落下的一瞬间，黑色雾气中浮现出了一具庞大的铁处女，这便是伯爵夫人欲望之力的血魔法——殷红的游戏屋。在铁处女上方悬挂着各式各样的刑具，
只见伯爵夫人手一扬，其中一柄血斧飞了下来，落在其手上，一跃而下就是一记重锤。没有应接这一招，巴玉前后撤躲开，但抬头看去，一柄大双叉戟冲他刺了过来。接着是密密麻麻的刑具跟暴雨似的落下，这便是游戏屋的攻击方式，能远程操控这些刑具发起攻击，并在进攻的同时抓住猎物。紧密的攻击让巴玉前根本没有察觉到身后的锁链，伯爵夫人一把将其拉了过来，一击便刺穿了巴玉前的胸膛。还没完呢，将巴玉前架在拷问架上，接下来便是处刑时间。场外的恶魔女王看到这一幕也喃喃道：决定比赛胜负的果然还是玉的强度嘛。但说到这儿，场边巴玉前的君主和兄长们就不服气了。巴玉前可是曾有过面对2万敌军也一人迎战的决心，他的心不会被这点困难所打败。没错，此刻擂台上的巴玉前眼神亮起了光芒，手里力量汇聚，竟硬生生将这拷问架拔地而起，随后像标枪一样投了出去。对于这股力量，场外的恶魔女王解释道：伯爵夫人的魔法是需要同时操控很多刑具，导致力量会有所分散，所以才难以困住力大无穷的巴玉前。没等伯爵夫人反应，手持大刀的巴玉前已经杀至眼前，低头躲过这一击，接着便是一顿猛烈的近身战。不断被逼退的伯爵夫人在巴玉前的大刀落下前，手里再次亮起了魔力，一瞬间操控无数的柱子将巴玉前困住，形成了一个牢笼，借此拉开了距离。作为一个远程魔法师，他可不会再给巴玉前近身的机会了，只要不给他拉近距离，巴玉前的恐怖的巨力就没办法使用了。然而他并不知道的是，巴玉前可不仅仅是个近战高手，同样也擅长远程作战。见球廊里爆起刺眼的光芒，伯爵夫人操控着无数刑具飞了过去，铺天盖地的向巴玉前笼罩而来。但就在光芒散去的一刻，巴玉前也使出了他的魔法。只见一柄炫酷的黑色长弓出现在其手上，漫天落下的刑具也在长弓出现的一刻化作残骸落在地上。没人看清巴玉前是怎么做到的，只听得他喃喃道：弓才是武士的主武器，而他的魔法名为以剑入魂。在观众们诧异的神色下，他径直捡起了那柄大刀，竟然将大刀当作了剑士，毫不犹豫地拉弓发射。伯爵夫人还挂着他震惊的神情，就被一剑贯穿了整个右臂，要不是反应迅速侧了下身子，被轰碎的就是他的脑袋。大刀贯穿了整个擂台，轰碎了墙壁，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场边的观众也张着大嘴不敢置信，因为谁也没想到巴玉前仅凭一剑便扳回了劣势。感受到身体控制不住的倾倒，体内血液也在疯狂的流逝，似乎是感受到了那被破坏的滋味，伯爵夫人彻底疯魔了。只见他换来了一柄奇怪的刑具，接着便是无数把相同的刑具越过了巴玉前，冲他飞了过来。仔细看便能认出，那是古老的酷刑器具烙铁。烧红的烙铁落在其断臂上，伴随着惨痛的叫声，伯爵夫人的伤口就这样止住了血，勉强支撑起身子。伯爵夫人汇聚了所有魔力，将半空中全部刑具都换到了身前，很快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尖锥形武器，压迫感十足，准备用这一击来分出胜负。巴玉前也皱起眉头，从地上随意捡起了一根铁棒，同样是摆起了拉弓之势。他的弓箭威力其实并不在剑士，而是他本身的力量和魔力。但强大的招式对身体的负荷也非常大，这也将是巴玉前最后的一剑。这场对决的胜负即将揭晓。心态已经崩坏的伯爵夫人怒视着巴玉前，明明也是个杀人无数的士兵，和他一样是个杀人犯，凭什么和那些人一样挂着正义之名，将他当作吸血鬼来审判？说到正义，巴玉前却说道：他也不明白，在那场和敌军的战役里，他们的军队失败了。看着曾经的朋友们为了平定世间之恶倒在战争里，他很是迷茫。所谓的正义究竟是什么？直到有2名敌军发现了他，嘴里说是要以正义之名将他处死，但得知她是个女子后，要将她侵犯后再杀。从他们那扭曲的神情里，他终于醒悟了。就算人世对正义之词抱有疑惑，但他知道眼前之人便是恶。从那以后，他便做出决定，要将所见之恶铲除殆尽。话已至此，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双方都释放了最后的必杀，一边是万千刑具的集合体真红的断末魔，另一边是极致的一击必杀，果断的空空第二剑。就在2道攻击碰撞的瞬间，剑士带着贯穿之力刺入那锥形武器中，宛如一颗炮弹般轰死了所有的刑具，再一次刺入伯爵夫人的胸膛。这一次没有意外，伯爵夫人跪坐在地上，气息正在慢慢消散。在生命的最后，她竟然在询问巴玉前，此刻的她美丽吗？在得到巴玉前肯定的回答后，身躯渐渐消散。这魔女大战第1回合也就此落下帷幕，胜者为日本传奇女将巴玉前。好了，那么以上就是魔女大战第1回合的比赛了。麒麟只是囫囵吞枣似的进行了精简讲述，其中的回忆杀环节都进行了很多省略。想要了解详情的小伙伴可以自行观看原漫画哦。下一场比赛将会是武则天对阵圣女贞德，
又是一场重量级的较量。如果本期视频反响还不错，那么麒麟便会接着制作第二场比赛，所以别忘了你的点赞和关注哦。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麒麟，那我们下期见。